魏婴道：万一不是呢？万一是回家路上被路边的小野猫勾搭走了呢？战喵，蓝战。魏婴道：万一遇到危险了呢？蓝战道：不会的，猫有灵，哥哥如果有危险，弟弟会有感应。真的吗？魏婴看着床中央的战喵，顶着刚刚滚乱的猫毛，脸上倒是一副平日里老神在在、无欲无求的小模样。说起来，为什么自己进门时会把猫认错呢？虽然他们俩长得几乎一样，但以自己对他们的了解，是绝不会弄混才对。魏婴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猫在暖色的夜灯下泛着点点金光的眼睛，确实是战喵的同色没错。魏婴转头看蓝战，话说这会儿你哥哥在哪呢？蓝战下意识眨了下眼，眼睫半垂，回道：自然是已经回家休息了。魏婴拉长个小调门，是吗？压下一虑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，魏婴决定揣着猫去上工。蓝战和魏婴怀里的猫弱弱对视，双双扶额。他叫战战，很乖的，但是不要给别人碰，你可得给我看好了。魏婴再三嘱咐绵绵。绵绵欣喜地把战喵搂进怀里蹭蹭，注意力已经完全在猫咪柔顺舒适的触感上了。放心放心，猫在人在。片场人多且杂，魏婴有点后悔把猫带来上班了，一步三回头的走到布置好的拍摄场地中去。少女的怀抱既香且软，战喵被蹭了2下，脸鲜红了，只是被白毛遮住等闲看不出来。蓝战在旁瞅着，心情复杂。自打蓝助理来了之后，绵绵就几乎被闲成了废人。今天好不容易有个任务，责任心爆棚，一直抱着猫就没撒手。除了中途上洗手间，把猫交给了蓝战一小会儿。蓝战和怀里的猫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下午的群戏频频出错，NG 了好多次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了。魏婴只有间隙中能抬头望一下，看到白团团还在绵绵腿上待着，略略放心。蓝战推开临时化妆间的门走进来，蓝焕正躲在里面抹泪。蓝战讶异道：兄长，你来了。蓝焕又抽了张湿纸巾，隐形戴太久，眼睛疼。桌上一只小盒子里盛着2枚薄薄的隐形眼镜，闪着浅金色，只是大小似乎比人用的美瞳要大一些。蓝战了然：兄长辛苦了。蓝焕摆摆手：魏婴的怀疑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必须有所准备。蓝战洗耳恭听：兄长有何主意？蓝焕忧愁道：尚无。蓝战：片场不知能糊弄多久。兄弟俩争分夺秒陷入沉思，直到门外突然响起熟悉的脚步声，更吓人的是伴随而来的一道人声在门外时叹喊道：蓝战，魏婴怎么过来了？情急之下，蓝焕砰一下变成了猫。今天拍完了要等搭景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你在这里。咦？魏婴推开门缝，一眼看到抱着自家猫的蓝战小哥。蓝战还没想到如何应对，臂弯里就突然多了只猫，脑门上不由得冒出黑人问号。他以为兄长有何打算，低头看他，用眼神发出疑问：变猫作甚？焕喵才反应过来，道：喵，是为兄不稳重了。蓝战，焕。魏婴一个箭步跨进来，蓝战一手搂着猫，背后另一只手偷偷把隐形眼镜推进杂物堆。魏婴看看猫，又看看蓝战，焕怎么在这？蓝战努力装出无辜的样子，不知道。耳朵开始升温。焕喵，我觉得你这么回不太好。果然，魏婴就差把你穿帮了几个字写在脸上，你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蓝焕可是蓝战的亲哥啊！后几个字说得格外重，边说边往前凑。蓝战腰靠在桌沿，上身后倾，已是退得不能更退，直面逼近的某人。魏婴自以为霸气外露的眯着眼，目光灼灼，像只凶悍的小豹子。好像凑得太近了呀。蓝战紧张地开始数他的睫毛。之所以知道紧张，是因为焕喵正听着弟弟逐步加速的心跳。大概有10秒钟，就在大家以为蓝战要回复的时候，只听他咕咚咽了口水。焕喵惆怅地把小脸埋进弟弟的怀里。魏婴被转移注意，焕怎么了？蓝战看了眼缩得只剩毛线团那么大的兄长，他心情不太好。焕喵赞同的缩得更小了。魏婴，为啥呀？离家出走1天，是不是饿了？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只羊奶布丁。焕喵耳朵一动，正要抬头，
被蓝湛一把按住脑袋。幻喵，蓝湛道，可能是昨晚跑来这，陌生人太多，吓坏了。有道理。幻喵配合地耷拉下耳朵和尾巴。是吗？魏婴紧张了，那怎么办？幻幻不会抑郁吧？蓝湛道，休养几天便好。弟弟呢？啊？魏婴刚伸手准备关心一下哥哥，被蓝湛一提醒，啊，完了，湛湛还在绵绵呢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能把他一个猫丢下呢？蓝湛道，别急，你去找他，我送哥哥回酒店你的房间。魏婴只点头，掏出房卡递给蓝湛，备用房卡给你，谢了兄弟。话音未落，人就跑了。一阵过堂风从门外溜进来，打了个旋儿。幻喵从蓝湛怀里跳下，落地成人，转过身，蓝幻从蓝湛手里抽过房卡道，干得漂亮，阿湛，你去吧，为防万一，这房卡我得去备份一个。说罢捡起地上遗落的布丁，施施然而跨出一步就被蓝湛拉住。蓝湛盯着他手里的布丁，那是我的。蓝幻错愕地睁大眼睛，湛湛的那份昨晚已经吃掉了呀，这可是幻幻的。蓝湛无语道，昨晚是兄长吃的。好吧，弟弟大了不好糊弄了。蓝幻交出小布丁，怅然而去。片场已经在陆续收工。魏婴跑回来找到绵绵，我的猫呢？绵绵正在收拾包，就在椅子上呀。哪儿呢？哎，椅子上空空如也。绵绵道，刚才还在呀。我刚给他喂完谢连谢前辈给的零食。那你？魏婴如遭雷击，摇晃了2步，抖着嘴唇，他还活着吗？啊！月喵躲在一处冷僻的墙角，埋头呕吐了2分钟，强撑着站起来，远远地望见战喵正嗖嗖往魏婴的方向跑去，便放下心。他掏出手机，用猫爪艰难地按出求救键，缓缓倒下。魏婴没敢再带猫去工作，而蓝湛也以家族事务为由拒绝了去魏婴那过夜。人和猫得以安稳了一阵。电影很快拍完，进入了后期工作。魏婴这阵子名声水涨船高，粉丝一度突破100万。江澄一边给他挑新的剧本，一边接了一些广告代言。临近圣诞，又给他安排了个回馈粉丝的圣诞夜直播。魏婴在家调试设备，我真是太帅了。魏婴试了试各种角度的摄像，由衷赞叹。蹲坐一旁桌面上的战喵，魏婴看了眼战喵，突然想起蓝湛，戏拍完有阵子没见了。他抚掌道，如果蓝湛来一起拍，肯定更好看，对不对？战喵，警惕点巨爱啊！行动派魏小英已经打出了电话。电话嘟嘟嘟响的时候，地毯上的幻喵悄然钻进卧室。一次没通，魏婴果然不信邪的又打了过去。喂，魏先生。接起来的是蓝幻的声音。魏婴眨眨眼，蓝总，请问蓝湛在吗？卧室里躲在被子里捂着嘴的男人心说，蓝湛就在你旁边啦，小傻子。嘴里道，蓝湛正陪着我家长辈，魏先生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为转达。